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布莱兹，今天来跟大家聊聊我在投资股票市场的一些心路历程。股票我耗费相当多的时间去研究，并且我踩了相当多雷，或许我走过的弯路能够让大家参考，希望大家都能脱离韭菜。2015年时，当时我不是操作期货还亏损了吗？后来我意识到期货风险太高，我根本受不了那个波动，于是停损后就退出了市场，不再关注了，隔了大约3年的时间。2018年时，我开了股票证券户，起因是因为有一天我同事说他在银行开了证券账户，并且打算投资金融股存股，这便成为我开始投资股票的契机。然后我也心血来潮，感觉比起期货，股票这似乎可行，于是去华南开了个证券户。当时的营业员还建议，如果我有意购买海外股票，可以顺便启用副委托的功能。尽管当下我并未考虑过投资海外股票，但我想说，既然未来有可能用到，就索性就开启了副委托。但这个决定成了另一段噩梦，稍等会说到这段。2018年至2023年这5年间，我都有短线操作台股，而且也同时有做加密货币。不过我先把股票这个时间线先讲完，下集再讲加密货币。那是2018年，那是我刚开户自己买卖股票操作。当时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透过买进卖出股票的价差来赚取利润，算是一种短线交易者的心态，想做短线波段交易，但还不太敢当冲。那一年新手运还不错，短线交易有时赚有时赔，但整体来说盈利有赚个5000块。市场似乎一直在给我信心。后来几年，买股票的依据不外乎就是当时有跟一个很要好的朋友，并且加入他开个 LINE 群，会看到他跟他的朋友的消息，某人在那里工作有内线，还是某老师报名牌了，甚至还比较哪个投过老师厉害，想集资去订阅老师的盘中讯息呢。想想都觉得好笑。2019年那时候出了一个插曲，我当时就单身狗，想在交友软体认识妹子，后来加到一个看起来还蛮姣好的正妹，听她说她是香港人，在金融业上班，还加了微信。当时也聊了2-3个礼拜，然后有一次提到，他说有第一手的银行内线消息，说是银行高层要哄抬某一只港股，要我跟他一起购买，未来还可以赚到钱，去国外找他玩之类的，跟我说内线操作稳赚，获利可以达200%。当时自己操作股票也是小有成就，想说这天掉下来的馅饼了，脑波弱了，这内线肯定要捞一波。那时我刚好跟高中同学去绿岛玩，那时我就有稍微跟同学聊到这件事，同学他们也劝诫我要小心啊，不要被骗了。我还真不信，后来我就照他讲了，用副委托购买了一档港股，还跟我确认某一天交易时间以及要下单多少确认股数，买了当下后下午直接暴跌负54%。我当时脑袋一片空白，三小刚发生了什么事？那时我还在跟客户开会，还有点恍神，想说应该会回来的吧。对方也跟我说只是临时有状况，银行高层那边会在等下次进场。后来熬了1-2天，发现不对，也跟对方进行质疑。后来我想也认栽了，肯定是诈骗，才搞懂状况才卖出。当时80几万直接被腰斩成40几万。后来也听过一些港股诈骗的新闻，大概都是2020年了，我大概是比较前面被骗的。那时我报警还不受理呢，警察跟我说是合法台湾证券投资的，跟我说投资有赚有赔，所以我也是吃哑巴亏。那个诈骗手法就是煽动投资人去购买一些流动性很低的仙股，哄抬价格，然后引导去接盘。我就刚好是最后一个替死鬼，我被骗的那个月，天天都做噩梦，一直懊悔。那次投资港股让我再也不敢买港股了。我也因为贪心，听信陌生人操作被利用，心态不正确，才导致被骗。之后就跟之前那个做股票的朋友诉苦，后来就开导我，还是做台湾股票就好。那几年几乎天天聊股票，也分享了我的诈骗经验。他也觉得应该要稳稳地跟他做就好，别想那些有的没的。他也是老股民了，而且也是我现实世界的朋友，我也不疑有他。于是后来的日子这几年，天天意淫这某只走势要如何，突破季线了，守住季线买，专挑一些高值利率的股票，讲着配息很高个股，讲着财报营收创高，说着波浪理论，我也是听着跟他嘴来嘴去。看他讲跟买是一套，然后我又自己研究买又是另一套。2020年之后疫情爆发，那时好像股市也暴跌，想说在这个机会中抓住点什么。我那时买卖股票完全没有策略，就追踪一堆财经新闻、财经影片，看谁厉害，天天都研究，甚至下载一堆财经 APP，
看哪个功能多，哪个好用，一股脑的涌进大量资讯，看筹码面的法人买卖超，看基本面的财报盈利、获利表现，看技术面的 K 线、形态、均线，比如 KD 指标的黄金交叉、死亡交叉，或是 RSI 相对强弱指标，又或者是 MACD 平滑移动平均线指标等等技术指标。然后买股就是凭感觉买一些中小型股，买一些生技股，买一些以为会爆火的瓶盖股，买一些电动脚踏车供应链，买一些 PB 印刷电路板类股，又是做多正二，又是做空反一，这种情况就像是赌徒一样，每天都像总是追着市场动态跑。我算是比较固执的，然而每年亏损情况越来越严重，踩进黑洞一样，本金不断的缩水。很想证明自己的眼光，不太去追逐热门股，像是航运股或 AI 股，觉得那些人买在高点，还在买，觉得蠢，也会觉得买什么台积电这么贵的股票买来干什么，无法暴富翻倍，根本盘子。不然就觉得 ETF 根本就是公车，大家都可以买，根本致不了富，领了一点点股息。我做一些冷门的价值投资，但是尝事与愿违，不买还好，一买套牢。我停利的时候也不多，但停损则是家常便饭。到了2023年，我反思到个股主动投资对我来说并不适合，我发现了我以前不想去面对的现实，也就是历史绩效。我花了一点时间将历史资料拉出来看，发现我主动投资股票的结果，历年下来的投资的绩效，2018年赚5000， 2019年赔4万，加上港股赔40万，2020年赔4万，2021年赔1万5， 2022年赔2万，2023年赔16万。后来也跟那位投资股票的朋友闹翻，我就跟他说，跟你交流这几年根本就是在原地打转，资产没有增加，一直在无形中的消磨本钱。跟他说，你如果觉得你有成绩，就拉出你历年的对账单去看看绩效。殊不知他也顾左右而他就是套牢变成价值投资领股息。我想这就是散户思维了吧。那时候我开窍了，再跟着他做个股肯定会穷死。回头看以前的台指的走势，根本就是一路走高。就算是2020年爆发疫情，市场出现黑天鹅，也都在1-2年内涨回来，并且创新高。相信人类不断进步，长期指数成长，用时间去赚取市场回报。既然大部分的人赢不了大盘，何不如就加入它就好。后来我就在思考如何摆脱这个死局，并且发现另一种投资方式。我看到了指数投资、资产配置、退休规划的一些影片，然后就去了解指数投资的做法、股债搭配以及分散风险方式。网络上的资料帮助我很多，像是清流、君与小贩 YouTuber 影片，他们分享的影片我几乎全部看完了。还有绿角财经部落格文章，追踪一些做指数粉专与社团，去不断学习。从2023年7月开始，我理解全市场指数投资后，我开始规划保留生活紧急预备金6个月，all in资金用副委托买了美股，运用生日规则去做配置，买了指数股票型 ETF VTI 与 VXUX 以及债券型 ETF BND。 后来接触了因子投资的概念，加入了一些因子 ETF AVUV， 隔年赚了 15%， 虽然不多，但这意义重大。后来又接触了一些杠杆生命周期投资法，加入了正二社团研究一阵子，理解了一些杠杆的概念。在2024年4月贷了信贷，并且直接开户海外卷商嘉信，直接卖掉副委托库存，转到海外卷商，目前就全部资产配置，市值型加上因子的 ETF， 直到今年8月有一次大回档，虽然有一度变负值，我都能保持稳定心态。截至今日10月，目前又回来正盈利，之后资产累积一段时间后，有机会再分享。老实说，目前我的配置对新手来说会比较复杂一些，所以刚接触的小资族或是新手，会比较建议先从台湾的指数型 ETF 开始投资，例如0050或006208这2档台股，或者就直接开通副委托投资先锋集团的全球市场 ETF 的 VT。 下集会介绍资产配置的一些细项。那以上投资经验，不知道是否大多数的人是否跟我一样，在股海中求生存，结果不仅浪费了时间，还浪费了金钱，然后很难赢大盘或是机构。能这样杀进杀出存活下来的，应该也是屈指可数。至今我都觉得，要是我如果早点悟透投资指数与配置，慢慢等待果实，那该有多好。根本就不会遭惹这些
无望的投资损失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若你喜欢本期影片分享，欢迎在下方留言，帮我点个赞，订阅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